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个测试的视频在前一个视频咱们都放出来了，这一期视频我们先是把这个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我们就直接拆这根线和拆这个充电器。这一期视频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文波如此极品的一个绿联的140瓦充电器内部的做工究竟怎么样。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谢谢大家。我们话不多说，先开始测试这个功率分配的情况。我们先来启动这个充电器的140瓦功率，真实功率是128瓦，然后我们再接上它的 C2 口100瓦功率的口子，重新分配功率，两个功率变成 PD 65瓦加 PD 65瓦，真实功率的话是一个59瓦，一个58瓦。C2 口的话，我们启动 PD 100瓦功率，真实功率在89瓦、90瓦的样子。我们再插上 C1 口，重新分配功率，一样的啊，也是变成了两个65瓦。也就是说 C1 口跟 C2 口同时使用的时候，它是65加65的模式。启动 C1 口的大功率，启动它的140瓦功率，真实功率在128瓦的样子。A 口的话，我们接上一部三星手机，重新分配功率，这边的话 Type-C 1口就变成了 PD 100瓦，然后真实功率是90瓦。这边的话走的是9伏2安，可以跑到15瓦的样子。我们启动 C2 口的最大功率，也就是 PD 100瓦的功率，实际功率90瓦左右。然后我们同样的把 USB-A 口接上手机， Type-C 2口是不会断流的啊。然后 USB-A 口的话就是刚才一样的功率，9伏档位15瓦的功率。三个充电口同时用的时候，我们先启动 Type-C 1口的140瓦，真实功率在128瓦左右。然后我们再接上 Type-C 2口，重新分配功率，变成65瓦加65瓦。然后我们把 USB-A 口把它接上去，重新分配功率， Type-C 1口变成了 PD 100瓦的功率， Type-C 2口变成了 PD 30瓦功率。然后这一边的话走的是5伏2安10瓦的功率。三个充电口同时用的时候， Type-C 1口 PD 100瓦， Type-C 2口是 PD 30瓦，然后 USB-A 口就是基础功率10瓦，总功率140瓦不变。三个口同时用的时候，非常适合苹果全家桶的用户。这一个口可以给你笔记本供100瓦的功率，这一个可以30瓦，你15 Pro Max 用完全够了。这个苹果的耳机充电、苹果的手表充电都是够用的，也就是说非常适合苹果全家桶的用户啊。首先我们来拆解这一根1.5米长的 C2C 的充电线，我们先切开这个数据线外部的铝合金的护套，这就是这根数据线的两个铝合金的护套。这就是咱们拆开的数据线的内部，这一边有一颗 eMark 芯片，这一颗 eMark 芯片适应型号 332A，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专注于智慧能源控制技术的公司——深圳汇能泰半导体。332A 是一颗 USB Type-C 电子标签芯片，它同时支持 Type-C 2.0、USB PD 3.0、USB 4和雷电3标准规范，自带烧写存储单元 OTP。这个芯片也可以支持通过 CC 引脚实现 Type-C 成品头或者成品线缆系统的烧写。经常看我拆解的朋友对这个 eMark 芯片很熟悉了吧？大家看一下过电流的线很粗的啊，红的，这一边也是过电流的地方，焊点非常的饱满。我们切开这一根1.5米长的数据线的线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线的横截面，内部的线芯也是很粗的一种啊。这是数据线的外皮，这一层是数据线的屏蔽网，这是数据线的锡箔的屏蔽纸，数据线的抗拉绳一共有4根，数据传输线缆、数据线的电力传输线缆，其中3根裸露的线缆为它的负极线缆，2根
红颜色的线缆为它的正极电流传输线缆，5根线加起来就是很粗的，难怪这个数据线线阻这么低啊。数据传输线缆每一根线里面它都有抗拉纤维负极电力传输线缆，每一根线内部也有抗拉纤维，正极传输线缆内部也有抗拉纤维。这一根就是绿联的240瓦 C2C 的数据线，这根线做工怎么样？大家来评判。线阻只有79。数据线拆解完了，我们就来拆解这一个140瓦的绿联氮化镓充电器。看这个充电器的构造跟这个绿联的65瓦的充电器的构造应该是一样的，这边是盖板，这边是盖板，中间的话是一个壳体。我们把这一边撬开了过后，用指甲把这里抠开，固定插脚的螺丝我们把它卸掉，它这个底部是打有散热胶的哦，我扯了半天才把它扯开。220伏电是通过一灰一蓝的2根导线连接到主板上面，220伏折叠插脚模块，正反两面都有2片散热钢板，然后它的正反面都贴有麦拉片进行绝缘，取下麦拉片，这上面还打有散热硅脂。在工作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电压一般都是在300到400伏之间了，请大家不要在家里面随便拆解，拆解是很危险的啊，请勿模仿。这一堆就是咱们清理下来的散热胶，它是采用的是 PFC 升压电路、LLC 谐振转换电路，然后这里是 SR 同步整流电路，构成一个高效率的一个电路的架构。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我们把这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拆散。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的这个充电器的3片主板、整流小板、次级输出小板、主板。我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这一个是充电头的插头模块，模块是2个塑料的盖板叠合而成，通过这里1颗螺丝进行固定。插头部分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220伏弹簧片部分为吸磁的金属材料。输入端1颗黑色方形保险丝，来自成立于2003年一家在电子元器件领域颇具实力的民营企业深圳市蓝宝安科电子，规格是4安，耐压250伏，属于蓝宝 TBTR 系列超小型保险丝。保险丝旁边黑色11毫米直径的 NTC 热敏电阻，用来防止插电浪涌电流损坏充电器。这个是充电器的第1级供膜电感，内部磁芯为绿色，用气包线和绝缘线2种线材进行扰制，并且内部打有黑胶，防止线材松动。这个是用来滤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 EMI 杂波。输入端1颗黄色的安硅 X2 电容，采用加长引线的方式进行安装。来自成立于2008年专业研发生产薄膜电容器的公司东莞市微庆电子，电容的规格是 0.33 微法，耐压310伏。这是这个充电器的第2级供膜电感，外部有耐高温的绝缘胶带进行保护。撕开绝缘胶带，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磁芯为方形绿色磁芯，用扁平的铜带进行扰制，并有黑色的塑料支架进行固定。前面我们拆的联想的140瓦里面也有这个供膜电感。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整流桥，负责将220伏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它是采用2片贴片式整流桥组成一个完整的整流方案。1颗适应 HX RHBS 810 8安耐压1000伏的整流桥在这一面，另外1颗适应 WRLSB 80M， 来自成立于2007年专注于分立半导体器件及研发的企业深圳市沃尔德实业。这一颗规格也是8安耐压1000伏，2颗整流桥并联均摊发热。整流桥的旁边，这里1颗滤波用的磁环电感，外部套有热收管进行保护，内部的磁芯为黑色，用气泡线进行扰制。这2颗黄颜色的薄膜电容，一样的来自东莞的微庆电子，规格是1微法，耐压450伏。这1颗小的电解电容
来自成立于1980年一家老牌电容器厂家台湾的丰彬电子，规格是47微法，耐压35伏，属于丰彬电子 KF 系列低阻抗电解电容。这是一颗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这个充电器的主控芯片思域型号 TEA2016AAT， 来自恩智浦半导体，创立于2006年，其前身为荷兰飞利浦公司于1953年成立的半导体事业部。这是一款高效谐振电源的数字可备制 LLC 和 PFC 组合控制器，内部集成了用于高压启动的低压和高压硅技术，集成式驱动器、电瓶转换器、保护和零电压开关保障电路，具备完善的可编程保护功能。与恩智浦的 TEA1995 的组合，让我们能够轻松地设计高效可靠的90瓦至500瓦的功率，而且外部元器件的数量非常的少。主控芯片的旁边2颗 PFC 升压开关管，思域型号 NV6125， 来自成立于2014年，深耕氮化镓芯片领域，全球率先推出氮化镓 IC 的美国纳威半导体。这是一颗氮化镓功率芯片，内置开关管驱动器，耐压650伏，内部导组175毫欧，支持2兆赫兹开关频率。这个充电器使用2颗并联，降低导组，满足大功率充电器的应用。一颗 R047 的减流电阻，用于 PFC 电路的电流检测。思域 S3M 的 PFC 旁路保护快恢复二极管，用来保护整个电路的可靠性。这一颗就是 PFC 整流二极管，思域型号 MSM0606-5G1，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业功率半导体元器件设计及销售的公司，深圳市美普生半导体。这是一颗6安、耐压650伏的碳化硅肖特级二极管，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碳化硅器件。4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用于 PFC 升压后电流滤波，跟主控芯片供电电容一样，来自台湾的丰彬电子，规格是27微法，耐压420伏，属于丰彬电子 KM 系列标准电容器。4颗电容的总容量108微法。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PFC 升压电感，电感外面有厂家的适应信息，外部用耐高温的绝缘胶带缠绕进行保护，内部缠绕有铜箔进行加强散热，采用多股线性的铜丝进行扰制。2颗 LLC 谐振电路开关管，思域型号 OSG65R200J， 来自成立于2008年一家技术驱动型的半导体技术公司苏州东威半导体。这是一颗耐压700伏，内部导组200毫欧的超节硅 NMOS 开关管，具有优越的开关性能和强大的雪崩能力，专为高功率密度应用量身定制，以满足最高效率标准。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谐振电容，来自深圳市华兴电子，这家公司没有官网。电容的规格是 0.033 微法，耐压630伏。这一颗迷你的变压器就是这个充电器的谐振变压器，外部有胶带缠绕进行保护，这上面还有厂家的适应信息。变压器外部一样的缠绕有铜箔进行加强散热。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主变压器，这上面也有厂家的适应信息，外部缠绕胶带进行保护。变压器的外部一样的缠绕有铜箔进行加强散热。这个是变压器的初级绕组，这是变压器的电流次级输出绕组。这个充电器一共有3颗安硅 Y 电容，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然后这边有一颗蓝色的插件式的，3颗安硅电容并联使用，提高安硅等级，用于充电器输出抗干扰。其中2颗贴片式的陶瓷 Y 电容，来自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公司四川特瑞祥科技，成立于2014年。2颗思域型号都是 Y1101K， 100匹法，耐压400伏。另外一颗插件式的安硅陶瓷电容，思域型号是 CD102M， 1000匹法，耐压400伏，来自成立于1995年中国电子元器件百强企业汕头的松田电子。用于调节反馈输出电压的光电耦合器，思域型号 EL1018， 来自成立于1983年全球知名的 LED 生产企业台湾亿光电子。这颗光耦是亿光的 EL101X 系列光电耦合器。这一部分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部分，它由3路降压电路组成。初级输出直流电经过整流过后，进入这3路直流独立的输出。2颗次级滤波的固态电容，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铝电容固态电容超级电容研发及销售的公司兆庆绿宝石电子。
这两颗电容的规格是470微法，耐压35伏，属于绿宝石 CN 系列低阻抗高文波电流耐高温系列固态电容。次级同步整流芯片思翼型号 TEA1995，一样的来自荷兰的恩智浦半导体。这是一款专用于谐振转换器次级侧同步整流器的控制 IC， 支持 4.5 至38伏的电源宽电压范围，配备了2个次级 MOSFET 的驱动器，自适应3级驱动，可在任何负载下实现最高效率。2颗次级同步整流开关管，思翼型号 PW052N08ES，来自成立于2007年以功率半导体器件为产业基础的重庆平伟电子。这2颗 NMOS 的规格是耐压85伏，内部的导阻 5.2 毫欧。这一个是次级滤波共膜电感，这是我们拆到的这个充电器的第3个共膜电感。内部的磁芯为黑色，用2种气泡线进行绕制，外部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这2颗是 Type-C 1口降压电路2次滤波固态电容，也是来自台湾的丰彬电子的，规格分别是68微法，耐压35伏和100微法，耐压35伏。这一颗属于丰彬 PT 系列高文波电流耐高温固态电容，这一颗属于丰彬的 PH 系列高文波电流低阻抗固态电容。2颗降压 NMOS 开关管，思翼型号 RUH4040， 来自成立于2009年一家从事硅基功率半导体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深圳市瑞军半导体。这2颗 NMOS 的规格是耐压40伏，内部的导阻 5.5 毫欧。这一个就是 Type-C 1口的降压电感，内部磁芯为黑色，用气泡线的同时进行绕制，外部有热缩管进行保护，底部有塑料胶垫进行绝缘隔离。Type-C 1口的升降压控制芯片思翼型号 IP6550，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以电源管理芯片、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和销售的公司——深圳英吉新科技。这是一款集成双 NMOS 驱动器的降压控制器，支持最大36伏的输入电压，集成电感峰值限流和双路输出平均电流限流功能，具有限补功能，具备完善的多重保护，提高适配器的可靠性。Type-C 1口的 USB 协议芯片思翼型号 IP2736， 一样的来自深圳英吉新科技。这是一款集成多协议用于 USB-C 端口的快充协议芯片，支持 USB PD 3.0、3.1 协议，具备28伏 EPR 档位输出，并且支持目前市面上多种主流的快充协议。内部集成可编程的电压电流环路控制，低端电流检测，输出线损补偿，NMOS 通路管驱动， NTC 过热保护，具备多重保护，确保适配器的安全可靠。这一根就是用来检测充电器内部温度的 NTC 热敏电阻探头。Type-C 1口的输出 V80 开关管采用的是 NMOS 加 PMOS 组合的高侧开关配置，适合用于高电压应用，具有大电流驱动能力。这一颗 NMOS 开关管的思翼型号 6003X， 来自成立于2013年，专注于 MOSFET、IGBT 等半导体功率器件研发及销售的公司——无锡新节能半导体，规格是耐压60伏，内部的导阻90毫欧。思应 40P100 是一颗耐压40伏的 PMOS 开关管，这一颗 R2005 就是用于 Type-C 1口的电流取样电阻。Type-C 1口输出滤波固态电容2颗，一样的来自台湾的丰彬电子，2颗的规格都是100微法，耐压35伏，属于丰彬 PH 系列高文波电流低阻抗固态电容。Type-C 2口和 USB-A 口降压电路2次滤波固态电容，也是丰彬电子出品的。USB-A 口这一颗是68微法，耐压35伏，属于丰彬电子 PT 系列高文波电流耐高温固态电容。Type-C 2口规格是100微法，耐压35伏，属于丰彬 PH 系列高文波电流低阻抗固态电容。Type-C 2口和 USB-A 口降压 NMOS 开关管一共4颗，一边2颗，跟 Type-C 口一样，思翼型号都是 RU4040， 一样的来自俊瑞半导体，规格都是40伏，内部导阻 5.5 毫欧。Type-C 2口和 USB-A 口的降压电感2颗都是一样的，内部磁芯为黑色，外部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底部都有塑料的绝缘层进行隔离。Type-C 2口的同步降压芯片和 USB-A 口的同步降压芯片，思翼型号都是 IP6550， 跟 Type-C 1口是一样的，都是深圳一级新出品的。Type-C 2口和 USB-A 口的 USB 协议芯片
思翼型号 IP2738U， 一样的来自深圳英吉新科技。这是一颗支持多个接口的 USB 协议芯片，支持双口18至140瓦快充应用，相当于2颗 IP2736 整合到一颗芯片内部。支持 USB PD 3.1 28伏 EPR 档位，支持 UFCS 融合快充，并支持丰富全面的快充协议，兼容性非常好。内部集成了双路独立可变成的电压电流环路控制与双路低端电流检测，支持线损补偿功能，支持 I2C 接口控制，双路独立的过流过压及短路保护，确保适配器的安全可靠。Type-C 2口 USB-A 口，输出 V-Bus 开关管，2颗型号是一样的。它的适应型号是 P3065QU， 也是来自无锡新节能半导体。这2颗 NMOS 的规格是耐压30伏，内部的导阻 1.9 毫欧。这一颗 R2005 为 Type-C 2口的电流取向电阻，这一颗 R2010 为 USB-A 口的电流取向电阻，这一颗为 Type-C 2口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这一颗是 USB-A 口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一样的，2颗都是来自台湾的丰彬电子。Type-C 2口规格是220微法，耐压25伏，属于丰彬 PT 系列高温波电流耐高温固态电容。USB-A 口规格是220微法，耐压16伏，属于丰彬 PX 系列高温波电流长寿命小型化固态电容。这2个是充电器的 Type-C 连接器，这一个是 USB-A 口连接器。Type-C 口连接器内部舌片为黑色，内部做工细腻光滑，没有毛刺。USB-A 口内部舌片为紫色，一样的做工细腻，没有毛刺。充电器的2面盖板上面都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充电器的主壳体内部一样的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这一个绿联的140瓦氮化镓3口充电器，非常适合苹果全家桶用户。当然，现在很多安卓手机都开放了 PPS 公版协议，兼容性的话更不在话下了。内部用料可以用豪华阵容来形容了。荷兰恩智浦的主控加整流，纳威的氮化镓器件，东威的超节 NMOS 器件，内部还有碳化硅器件。英吉星全套输出方案，文波输出控制优秀，温度控制也是非常不错，毕竟是一线品牌吧。喜欢我视频的铁们，别忘了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这个频道坚持下去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视频再见。